到太平的时空隧道。很多人知道马六甲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历史古城，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太平创造了很多的马来西亚的第一，一共有33项。现在就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回到那个风雨飘摇的1881年。眼前的这个钟楼呢，它是建于1881年。怎么会一直想要去看钟楼呢？因为钟楼其实在那一个年代呢，就是整个城市的中心点。它除了是用来报时之外，它也是火警的警报。这位女士，请问你在哪里呢？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啊，很冷啊，不是开玩笑的嘞。你看它的雾，这个就是 Superman 进去出来换衣服，就是 Superman 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让英国人愿意在1883年的时候呢，来到马来西亚建造博物馆？大家来到这一边哦，有没有很像那个 Night at the Museum 的博物馆？确实没有错啊。Night at the Museum 的取景呢，就是在美国跟英国的这个博物馆，他们的年份也是在18多年了，所以它长得超像那个 Night at the Museum。这边是需要门票的，又是不可以 record video。进来的时候，左手边就会有一个皮影画，象牙的雕像，龙头的炮。哦，这个很漂亮哦，龙的造型的中嘎，它是印度尼西亚制造的，中国的一些戏服，金色的 keris， 这个是 Sarawak 的 Cherak Gangsa。长得好像草屋。进来里面的时候呢，就可以跟着它的脚印，你就会看到这一幕啦，是不是很像那 at the museum 了嘞？整个完完整整的骨架，象牙还在这边哦，好大哦，直直的俯视着你，在象牙之间。看本本，这些是标本来的，拿真的动物然后做成标本。鳄鱼，我们用很多张照片组成，让大家看到它到底有多长。哇，整整差不多18步诶，这是多扯的意思好了。真的是来了这个博物馆才知道，原来蛇是有骨头的。Tapir 马来貘 ，Honey Bear。这一个是马杜拜，这样大只的杜拜。这一个叫兰达，它是刺猬的一种，正宗的野猫，哇，好凶耶！哇，看得到它的鳞片。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曾经是一个很多穿山甲的地方来的，可是因为他们非法猎捕啊，拿鳞片拿来做药是吧？喂，你的朋友orang utan。你们Otters 谁来？从 XS 的老鹰到 XXL 的老鹰，靚仔少少嘅候鳥，原來他們有睫毛的嘞。睫毛彎彎，眼睛看看。剛剛大象那一邊的走完了過後呢，我們就來到這一邊是海洋的一個走廊。它其實後面走出來，它外面還有一些展示，然後這邊有一個船。以前的勞斯萊斯，它是Selangor Sultan的，全馬只有2架。世界第2大戰的時候運輸傷者的 ambulance。這個是馬車啊，這一台是蒸汽發動的一個火車頭啊，他們主要就是當年用來運送那個錫礦用的。只有加氣了。OK 不 OK？我觉得是本身那个猪肠粉的问题啊，因为猪肠粉它比较密啊，可能比较难入味。毕竟你看它还是白色的，老板的炒粉是好吃的，可以同个时间吃到猪肠粉，又吃到那个炒粿条这样的感觉。猪肠粉本身的问题不算老板的过失，下次听话叫他连度面就好。刚刚老板讲他这个是祖传了3代啊。它一端上来，我觉得这个味道很熟悉啊，小时候吃过的那种咖喱拉沙的味道，它应该是偏向海鲜味一点点，新村里面会吃到的咖喱面。咖啡味道是有的，但是我觉得稍微甜了一点点。时间来到1884年，全马最大规模跟最古老的木盖巴萨建成。我们在眼前的这一个呢，就是1884年建成的巴萨，它是我们马来西亚第一座最古老也是最大规模的有棚的巴萨。刚刚我也是有问一下附近的阿邦确认了一下了，巴萨现在目前是停止营运了，因为它已经是年久失修了，所以州政府有拨款把这一个巴萨呢重新再改造。应该是在1884年，现在的太平湖呢，就是当年开采锡矿的所在位置，而且一共开发了8个的锡矿湖。对面有一个小公园，很多小朋友在玩耍。为什么它的湖高过那个陆地的？对，其实真的没有讲，还没有注意到，它这一边的湖面呢，它的高度呢是比路面还高的。尤其是有带小朋友来这一边呢，我觉得要特别注意他们安全了，因为毕竟这个是湖啊，其实蛮深啊，这些湖尽量要注意他们的安全。哇，好大只的鱼哦，这个真的是鲤鱼啊！见者好运。
哟，好大只哦！我觉得太平他们这边蛮惬意的，他们到傍晚时分就会带小朋友出来公园玩玩。问题来了，今天不是一直在下雨，然后他们玩那个滑梯的话，屁股不是湿了。不要紧，现在不是了。哦，我的天，竟然有 monkey 哦，这边喵喵喵！哎呀妈，等一下，他那边有一个告示牌是讲说要小心啊，有猴子出没。来坐我隔壁车等你哦。哎，有人骑单车经过。这一边呢是有脚车出租，然后有2人坐、3人坐，有大人小孩的，有分的，就可以像刚才他们这样子骑脚车环绕这个湖。这一边有价钱表。这主坐在拉杆，这个小朋友，这边人很好，还有问我们要不要拿那个面包去喂。OK， 大不，thank you。你走累了还可以进去喝一下奶茶，喝咖啡。先接一个厕所，然后等下我们再继续下一个行程。时间来到1885年，马来西亚第1座火车站正式运作。所以这一个就是太平站，走。当年这一个火车站，它就是从太平这一边一路的延伸到我们这一个18丁去。当时这个18丁呢，它是叫做 Port Vale。这一个建筑呢，就是原始的1885年，一直沿用到今天了。FMSR 也是我们的第1个铁路的意思啊。是不是以前的西安都是叫丽都啊？那我们去到哪里都有发现到有丽都这个名字。它的那个鱼呢是煮进去那个汤了的，喝下去的时候你可以喝得到那个鱼的那个鲜味，这样子喝得出来的汤是比较用心在熬煮的，它的粉是偏向那种米香气，它就不是短的那种口感。很特别，这个是不是有一点沙西的口味？真的，然后甜甜的，好像你在喝汽水的。我第一口喝的时候，我还以为我喝错，因为为什么凉茶会有沙西的味道呢？真的很特别。要10天还是1个月的时间慢慢熬。哦，它有点像那个沙西的味道。全太平只有1间，全马啦，可以说现在全马。哦，差不多要4船了啦。这一半如果没有做的话，没有人传。药材店熬出来。熬出来，它要熬好久的时间。所以这很特别的味道。你要订，我们订要订好几个月前你可以拿到。本来拿了一小碗给我们 try 一下，看来这个也是他们出名的，我们试看。有点像我们在那个马六甲，我觉得有接近哦，真的有接近哦，有78%的接近80多了。哇！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椰香味比较清爽的，喝下去是那种解渴解腻的，我觉得这一个是有到水准了，值得来试一下这个。同样是在1885年，马来西亚的第1个电报局呢诞生了。长按2下，短按3下。Enter。进门的时候呢，就有一只很帅气的马。哇，它的这个建筑真的也是好有年代感，好美的一个建筑。什么是电报局呢？为什么电报局那么重要？我们进去探索一下。是，所以这个馆比较多人呢。电报局的这个博物馆呢，它就是传述了到底以前的信息是怎样从马车到后来的全部走向了电报，然后到我们呢越来越先进，这样子用电缆的等等的。太平也是第1个英殖民政府把那个电缆拉进马来西亚的地方。就是有了这些电缆系统之后呢，他们传送情报啊，尤其是在作战的时候呢，那个情报它就不需要等那么久，然后可以透过这个电报直接的传送到各地的殖民地。以前会有一个接线员接了电话，他就听那个摩斯密码的声音，然后就透过这个打字机把那个信息打下来，就会出现一张纸，然后把这个纸就传送给那个主人。以前是这样子的传送信息。我们在打摩斯密码，长按2下，短按3下。Enter。这个是1872年的那个电缆，它是从伦敦一路这样子拉进到来了我们的马来西亚这一边。这个是我们昨天在Ibrahim 那边有看到的 JWW Bridge 被刺杀的案件，他们只用2天的时间就走到电报 WW Bridge 死了。它的咖啡味有点吓到我，算很浓的那种 kopi o， 只是它太甜了，我加kurang manis了的，喝起来就好像你在吃 ABC 这样子。它的奶水味比较重一点，所以你喜欢啊？不错啊，对我来讲很好喝啊。喝奶的人就是喜欢哦，只是稍微还是有一点甜啦。就有点酸酸，然后有点像冬阴那样子，又有那个香茅味，就很解腻。吃辣椒的人，来个整个满满的咖喱，你看，看起来是有点像就跟popcorn那样子。咬下去还是有那个香料啊，不算柴，算嫩嘛。只是我真的是觉得它可以再炸的再脆一点，哇，这个就100分了。可是不错吃的，这个可以拿80分。可以。
时间来到1891年，霹雳三角测量局办公室建成。它当时是作为那个霹雳州三角测量和会测局的办公室使用啊。在1931年到1935年的时候呢，它成为了这个太平的卫生局的办公地点。目前呢，跟钟楼一样，它是用作太平旅游咨询中心。这一个桥其实是有将近100年的历史啊。然后它其实原先呢是在大三角那一边的，然后是说他们把它移到来这一边做展出这样子。这边有大约的一个板在讲解着太平的一个历史故事啦。Chengah Ibrahim 这个是我们昨天去到他的那个住家的那一位。Long Jaffa 就是那个拉入大象的主人。细矿的工业呢，是随着当时候的这个异性跟这个海山呢两派的斗争呢，是从1861年呢一直到1874年了，所以当时候整个拉入是陷入了一个战火之中的。当时候呢，Ngah Ibrahim 找到了 Speedy 呢来控制了整个局势。时间来到1933年，全马历史最悠久的咖啡厂正式成立。这个咖啡厂呢，其实是马来西亚最老的咖啡厂啊，它已经是进入了我们 Malaysia Book Record 的一个记录啊。刚刚我们下来的时候，嗅得到很香的炭香味跟咖啡香气啊。先来看一下这个陈列室，这一边有很多它的咖啡的产品，然后我想要 order 这个 ice cream 啊，有什么口味啊？咖啡的，然后是你要 Oreo 的，这个是困的，这个是杯的，这个是阿巴嘎，都是瓦尼娜，有给你一包 espresso 自己加进去的，然后这个就 Oreo 了。刚刚我们买了这一个咖啡，然后是要走去对面这一边，我们先去吃那个咖啡冰淇淋，因为我们的雨伞，雨伞。它的咖啡好苦，因为它是 espresso 嘛。还要给我们拿去沾那个 ice cream 吗？我觉得饼干配 ice cream 比较好吃。它的咖啡哦，真的是跟我们刚刚走着进来的那个嗅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它的是那种炭香的嘞，真的。它会齿口留它香。是在壁纸留香。这一个长春园呢，是孙中山一家人在太平的故居啊。这边大概有简短的介绍到孙中山的一个历史啊。原来孙中山先生呢，在这一个长春府啊，也住了长达17年之久。OK， 现在是他的楼上这一层，我们看一下。我比较想探索这个土耳其泡咖啡的那个，它就是那个沙很热，然后放在下去，给接去土耳其一下。哦，所以它都是展示了各种各样不同咖啡的泡法。时间来到2025年，不夜城恢复营业了。辣椒。可以。它是很滑的那种猪肠粉，加上炸葱，它整个味道就提升了。我再试一下另外叫的芋头糕，这个也是老板卖的。我还以为它是一整 set 有包那个芋头糕。芋头糕它是切成4段了，它就是块半，蛮香的一个芋头糕啊，而且你可以吃得到那个芋头的颗粒啊。我觉得大家如果来点它的红酱猪肠粉哦，一定要点它的这个芋头糕。它很香，我应该讲它是那个猪骚味嘛，很骚的猪肉。哇，很 crispy 啊，这个好像炸个萝卜了这样啊，好像你在吃那个叫什么啊？Lego 啊，Lego 有点那个 Lego， 因为它有点那个鱼腥味，然后它是香香脆脆的，它多了一个豆皮的香味。cheese 鱼饼，你的 cheese 鱼饼还有 cheese 豆腐啊？我有看到有 cheese。Hard at the outside, liquid at the inside, and soft at the inside。还是肉的好吃。这一个就是酒店很特别的这个水泥，我们就是住在这个水泥里面。然后这边是它的泳池，然后这边其实它是有那种container的造型，就是房间会比较大的。整个房间的空间就是这样子。这一边就是刚刚进来的位置，然后这个是双人床在这里，那边就是冲凉房了。我就在这一边。小仙女转圈圈。